南少林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能否将其斩草除根，要看是否抢到了袈裟衣钵。六爷尽管放心，在我的策动下，青帮已倾巢而出。这些年来，南少林除了一个至善，寺内再没有什么人物。这帮和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凭什么保得住袈裟衣钵呀？木棉袈裟，紫金僧钵，自达摩祖师东渡以来，为我南少林法统传承。10年一境，诵经百遍，不能中断。禀帮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从这里瞄向南少林，毫无阻挡，都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六爷放心，朝中有人好办事儿，寺中有人同样方便。今天是10年一次的净一大礼，那套袈裟衣钵一定拿了出来。我们还等什么？开炮！一个也不留！上！保护少林！快追！风筝。至善一死，南少林果然没有高手了。慧仁，你的徒子徒孙都死得七七八八，你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这里干什么？如果你不想死，就把你的袈裟衣钵交给我。既然你想要袈裟衣钵，那就自己来拿吧。你干什么？老朽无能，教出你这种丧心病狂的孽畜，令南少林惨遭灭门。今天我就算死在这里，也要带着袈裟衣钵，
同赴西方去向达摩祖师请罪。你要到西方自己去，不要把我的荣华富贵也带去。呀！孽徒，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慧人老鬼，若不是为了这套袈裟衣钵，我早就用红衣大炮把你轰死，以报当日回眼之仇。老衲当日实在不应心软，只废你一目，应该早日送你到西方极乐。哼，我现在有权有势，灭了南少林之后，还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早就享尽极乐。谁稀罕你的西方极乐？那我今日就送你到无间地狱去！孽畜，你这是什么拳法？想知道吗？便到西天去问你的好徒弟智善吧。这拳是用他一手创出来的，可惜他死得早，否则我会让他见识到我是如何将这套武功使得出神入化。今日就让我送你去西天见你的好徒弟智善吧。呀！呀！人去找你，无耻混蛋！我今日便要拿回你偷走我智善师兄的东西！呀！卑鄙之徒，乘人之危！大师，你是峨眉妙音怪七姓师太座下，青梅是也。大师不必担心，我来保护你。
帮主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撤！师姐，多谢五梅道长救了老衲。你不用谢我。你是南少林第一神僧，我只是不知好歹的后辈。刚才击退智鱼的那套拳法，是你徒弟智善所创。如果当时他没有创出这套拳法，今日我也帮不到你。哦，你用的这是智善所创的拳法？他没有告诉你吗？智善1年前回到南少林后，便重病不起。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他所创的拳法。他一病不起。师姐，看来那个智善没来找你，不是因为负情，而是另有原因。乌梅道长，你怎么会跟那个叛徒所用的武功一模一样呢？他只不过是暗中学了皮毛，我手上的才是智善师兄的真传。你这套拳法好厉害，既然说是智善所创，那这套拳法叫什么名字？当日智善师兄开创这套拳法的时候，尚未为他取名。既然他是在这咏春堂内悟出这套拳法，现在人去泉流，就命他咏春吧。哎，师姐，那这套拳法就叫做咏春拳喽？对，咏春拳。好，起得好，咏春拳，永世长春，生机不绝。果然是天意有所安排。大师，是不是老天早有安排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敢肯定，朝廷早有安排。朝廷早有安排？朝廷一直视南少林为眼中钉，早就千方百计想对付你们。我们师父得知朝廷不但指使青帮来偷袭南少林，而且还借出了一批红衣大炮，所以才派我跟师姐来通风报信。哎呀，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现在青帮虽然走了，但是一定会轮到清兵上山围剿。大师，你们是守不住的，还是快些逃命吧。南少林数百年基业，怎能毁于老衲手中？老衲誓与南少林共存亡。
这是我南少林传法衣钵的收藏之地。这是当年祖师留下的紫金钵和木棉袈裟。只要有袈裟衣钵在，南少林便可以传承下去。刚才烧掉的都是假的，目的是想瞒过青帮与朝廷。乌梅道长，南少林已经危在旦夕，为免佛法失传，老衲恳请施主将代为转交给一个人。有南少林的人逃出去吗？回军师，一个也没有。那就最好，差点被那帮秃驴瞒天过海。所有人都听好了，一个秃驴也不许放。只要袈裟衣钵还在山上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你们也要给我挖出来。至于，这是你将功赎罪最好的机会，否则你这个帮主休想再当下去。主持，不好了，青帮的爪牙又杀上来了，这次还有6王爷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豁出去了。只有站得越久，我们南少林便会流传得越远。阿弥陀佛。师姐，师姐，没想到南少林有这样一条密道。那些和尚为什么不从这儿逃跑啊？我明白了，他们在里面坚持时间越久，我们就可以走得更远。走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口不对心。这表面上对南少林漠不关心，实际上一有起事来，比谁都尽心尽力，连护送袈裟衣钵这件事情，你都担当下来。你这是不是就是师傅说的，你的性格外冷内热，深入空门，心在世啊？南少林说到底是单哥的师门，我知道单哥心中最爱便是他的师门。我不想南少林从此灰飞烟灭，令他在天之灵不得安息。又是你这单哥！哎，师姐，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但是怕你生气。问什么？问你那口口声声的至善师兄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呀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哎，他为什么能创出那么厉害的功夫啊？那套拳是他为我而创的。
幸好师兄，多谢师兄，幸亏有你。最后一桶水到了，便前功尽弃。你心急气躁，才会马不虚扶。你为何不能集中精神，弃尘邀马，顺便锻炼腿上功夫？难道这9981桶水还未能让你的心静下来吗？要知道，师兄，我没你那么高的修为，我只想担完这9981桶水后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师兄，等等我！撤！小姐，你慢一点。小姐，这山门已经关了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明天再来吧。来者何人？我要见慧忍大师。寺门一关，施主还是明天再来吧。我现在就要见慧忍大师。本司规定，关门之后不接外客。施主，请回吧。我现在就要见慧忍大师，一刻也不能拖延，让开！你硬要闯山，分明是你居心不良。南少林不是你说上就上的。这不是刚才骑马的2位女施主吗？他们真的是来闯山门的？美儿，阿尚哥哥，你要记得我。你认识他？小姐，别管我！小姐，今天我武红梅不见到慧忍大师，绝不离开。小姐，红梅，你以为到了南少林便找到靠山了吗？还不是一样被拒之门外。南少林的和尚们都听着，我们乃青帮司徒正帮主座下青龙、白虎2位堂主，协助朝廷捉拿要犯。你们阻截有功，本堂主会如实禀报。红梅，你就乖乖的跟我们回去吧。大不了一死。好狠毒的丫头！不过你休想逃出去！南少林寺前不容恃强凌弱。南少林寺的和尚竟敢阻挠青帮办事！如果他是罪犯，应该由官府来要人。你们2个大男人抓2个小姑娘，居心何在？你们南少林竟然敢出面做架梁，咱们走着瞧！走！哼！师兄，
桶都空了，怎么办呀？小姐，少侠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。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一个年轻的僧人把我们安顿在这里的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好像跟您认识。是阿善哥哥。阿善哥哥，我刚才以为自己还在做梦。就是那个从小跟您指腹为婚的阿善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跳了一整天，9981桶水，我们就欠这1桶水。唉，根据寺规，受法者必须挑足9981桶水。既然今日未能完成，那就明日再从头开始吧。师兄，你说的挺轻松，你武功高，当然轻而易举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不如我们就当完成了。住持最相信你的话，你说的话他一定不会怀疑。不行，你拉我到大殿上偷看上香的女施主才会被罚。我们本来是要杖刑的，现在只罚挑水就已经轻了很多。怎么？难道你还不肯诚心悔过？我知道拉你一起去是我不对，我有向住持替你求情，是你自己甘愿一起受罚的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我跟你一起去就是罪过，应该受罚。反正明天我依然会从头开始，你去不去，随你便。哎，师兄，今天来寺的那个女施主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不但被青帮追杀，而且住持还肯破格收容她。师兄跟她好像很熟似的。我们自小便相识，想不到他今日竟然会逃命到南少林。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善哥，善哥，梅儿，梅儿，你没事就好。善哥，见到你就好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特别挂念你。梅儿，我如今已经入了空门，现在法号至善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也知道，你是迫不得已才来南少林当和尚的。我的事就别说了。对了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青帮的人为什么要追杀你？善哥，我们武家被朝廷抄了，父亲被押入大牢。禀告帮主，青龙白虎求见，说若此女子是犯人，便叫官府前去南少林要人。
求师傅替红梅施主想想办法。这是朝廷之内的党争余患，我们是佛门中主，如何可以牵涉其中？师傅，武施主千里迢迢的赶来，我们又怎能袖手旁观？而且，他又被青帮的人追杀，情况极其危险。所以我才留他在南少林，在佛陀的庇佑下，青帮也不敢乱来的。师傅，但是他的父亲智善，当年你父亲因著书论道而得罪朝廷，小小年纪便把你托孤于吴以堂。可惜这位吴老施主一心热忱功名，怕你会影响他的前途，连指腹婚约也不顾，便送你到南少林。师傅，这是多年前的事了。智善虽然家门惨变，却换来4大戒功，能入南少林，其实也是一种福气。智善，你能够看得透，证明你悟性极高。同一道理，凡事有果必有因。我佛虽然慈悲，却不能断人因果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师傅，师傅，慧忍大师，我父亲与你相识一场，从小在我面前赞扬你，不仅是南少林主持，还是当世第一神僧，所以我才千里迢迢的来向你求救。我父亲视你为知己，没想到你见死不救，置身事外。阿弥陀佛，佛门中人实在无法管世间事。你分明是害怕朝廷对南少林不利，所以不肯去救我父亲。什么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，都只是挂在口边的谎话。梅儿，你不能这样跟住持说话。山客，我知道我父亲当年背弃婚约把你送到南少林是他的不对，可是他背弃了，我却没有。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太小，没有办法。这些年来我朝朝夕夕，盼望大家可以尽快长大成人，你可以下山来找我。现在父亲被囚禁在监牢里面，龙普尔那奸臣时刻想暗中害死他，我求你跟我一起下山去救他，到时他不会再阻碍我们，你也不用在南少林当和尚了。梅儿，你想错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待在南少林。山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这么多年都是我一厢情愿吗？好了，梅儿，你还是早早休息吧，我们会再想办法的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南少林不帮我，你也不帮我。父亲是我的，只有我自己去救。师傅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这位施主性情刚烈倔强，他与你缘分极深，能否化解这段因果，也正是对你的考验。阿弥陀佛。师兄，师兄，饭菜都准备好了。那你替我送过去吧。你不找武施主谈谈吗？我暂时不想打扰他，让他冷静一下再说吧。哦，快把饭菜送过去吧。好。
梅儿，这份名册上都是孝忠八爷的官员名单，你要保存着。只要他们一日未找到名册，爹一日可以保存残命。小姐，可以吃饭了。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没什么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没想到。小霞原来这么漂亮，你可是个出家人，竟然敢说这种话！我自小被父母扔到南少林寺，我可没想过要做和尚啊。智善大师，小姐最近食欲不好，不想吃饭。梅儿，我还是你的梅儿吗？梅儿，梅儿，你现在身体虚弱，如果不吃东西，是很难恢复的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我红梅今天算是领教过了。大事你不帮我，小事何须你关心？我记得小时候初到你家时，就像你现在一样不肯吃饭。当时每顿饭你都会来陪我吃，一口一口的劝我吃。你说有什么事都要吃饱肚子才有力气解决，所以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你的关怀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关心你？是因为你是我指腹为婚的未来的丈夫，是我一生的依靠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关心你，比任何人都疼惜你。即使你来了南少林寺当和尚，都没有变过。可是你昨晚说你喜欢南少林，喜欢当和尚。关于我父亲的事，跟你师父一样，袖手旁观，连你都这样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还关心我吃饭干什么？梅儿，其实师父也有他的原因，而我说到底只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，除了南少林，我还能去哪里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回来找我吗？我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青帮的人马前来要人。什么？
青帮的人。青帮，果然气势逼人啊！慧忍大师，佛门中人本该不问世事才对。你南少林的弟子，好好的在寺内烧香拜佛便是，何必插手这朝廷和江湖中的事？司徒帮主所找的那位施主有病在身，不宜打扰，还是请各位先行回去。待那位施主病好下山，老衲会及时通传。梅儿，你不要担心，住持绝不会交出你的。既然你们南少林摆明了要妨碍我司徒正的事儿，那也别怪我不给面子。如果你不交人，那我们就搜山。阿弥陀佛。都说南少林是武林的泰山北斗，而我青帮也是人才济济。不如这样，我派我的4大堂主和你们切磋一下，如果你们输了，那就交人，如何？慧忍大师，不要以为我们帮主怕了你，帮主只是宅心仁厚，不免为一场无谓的血战才这样提议。如果你不肯，我们帮主也不会罢休的。玄武堂主的鹰爪克制虎拳，青龙堂主的碎骨斩可以破暴行拳。至于铁线拳，白虎堂主就可以用绵里钉破的。朱雀堂主，你的阴风腿正好对付龙形拳。你们每个人只能学一套武功吗？明知对方的武功克制着自己，怎么不转又练一套呢？你说的挺容易，南少林功夫虽多，但是要练好任何一套，也要专精多年。你说想变就变吗？那不叫专精，那叫迂腐。迂腐？当然迂腐。谁规定练刀的人不可以练枪？人有2只手，为什么不能刀枪一起用？派人出来吧！至善，你们4个一起来吧。给我听着，好好收拾这个臭和尚！小姐，至善大师的功夫真的好厉害，有他帮忙，老爷一定会得救的。司徒帮主，你突然出手，是赐教还是偷袭？如果是赐教，应该堂堂正正的出来打个招呼；如果是偷袭，老衲及南少林上下都容不得。
动，今日形势不利于我帮，还是先忍一忍。慧然，这次就算我们打个平手，南少林果然是藏龙卧虎。我司徒正算是领教过，我青帮这次虽然未能上山，但这件事情不会就此作罢。山高水远，后会有期。撤！至善，来人！至善，没事吧？想不到司徒正的内力好深厚，实力不能小觑。下次遇到他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弟子知道。至善，今天一战，你怎么会想到将虎形拳和鹤形拳混为一体的呢？是五梅施主提醒了我，他说：“谁规定练刀的人不可以练枪？人有两只手，为什么不能刀枪一起用？”弟子听到后，突然如雷贯耳，心中便有了另一种想法。原来这套拳是由此因缘而生，善哉善哉。至善，现在淤血已经被逼出来了，你稍作休息再吃药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吴一堂，你已然成了阶下囚，何必再嘴硬呢？干脆乖乖的认罪。我还可以念在我们同朝为官的份上，让你好好的上京受审。说不定你还有平反的机会。哼，卑鄙小人！你有本事便将我弄死，到那时候，我女儿便将你游说我谋篡皇上，还有你同谋的名单拿出来。到时候，皇上看了以后，相信你会比我死得更惨。可恶！带走！是。看来我真是看错了人。以为天下第一帮有什么本领，连去寺庙要个人也要不到。大人息怒，南少林寺人多势众，地方又大，帮主是怕对方趁乱带信逃掉，将来可能对大人更不利，所以只是刻意将对方困在南少林寺内。那你打算将那女孩困到什么时候？朝廷已经命我1个月之内将吴一堂押解上京受审。若在1个月之内我拿不到那份密函，便起事难。记住了，我若有什么差池，那你们这帮草莽之夫也永无翻身之日。单哥，你的武功这么高，青帮帮主都敌不过你，你索性传给我，只要我有你这样的功夫，即使一个人去救父亲也可以。夏姐好厉害，向左，右。
这里就是南少林的练功房啊！我早就想领教一下了。梅儿，这是沙包阵，每个沙包都有100斤重，一经摆动，便难以停下来，等于走进一群高手的围攻当中。想要撑住，必须要靠自己。越难越好。我就是要考验一下自己的能耐。梅儿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现在知道自己的能耐，总比去救父亲的时候才知道好。至于，来吧。好，红梅施主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梅儿小心！别管我，我支撑得住。梅儿，梅儿，你们实在是太胡闹了！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多了，我只是一时不小心。山哥，我休息一会儿便成。梅儿，我看不能再练下去了。南少林拳法是硬桥硬马的刚阳武功，根本不适合你练。你越练，就会伤得越重。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父亲？红梅姐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师兄了。南少林上次为了你，跟青帮结下了梁子，又破格收容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难道你想整个南少林和尚都跟你下山去跟官府拼命吗？山哥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南少林不帮我，你到底管不管我？你跪了一晚，还没想通吗？师父，我是否应该下山去帮武施主呢？去帮他什么？你是想去把他父亲救出来？是，但是我又怕连累了南少林。我们南少林虽然是创建已久，满是佛殿僧房，到处佛像佛画，但实际也不过是一堆尘埃瓦砾所聚成的地方。有什么叫连累？你问问脚下的石砖，可有埋怨你跪在这里连累了他？师父，你一定会想，既然老衲不怕南少林被连累，怎么总不肯答应你去救那吴老施主？是。每个人做什么因，自然要受什么果。当年我曾劝过吴老施主跳离官场，归隐田园，可惜他热忱名利，明知党争如火，还是以身玩火。今日我们即使将吴老施主救出来，他若仍然不能觉悟，因果始终没有改变。至善，我们要救人，但更需要渡人。师父，我们要渡谁？当然是武红梅施主了。师父，武施主生性刚烈倔强，我该如何度化他呢？他已经认定劫狱是唯一解决之路，难道我应该让他去送死吗？善哉，善哉。
咏春堂内众多佛像多日未有清扫，你一边做事，一边想吧。是，师父。观音也有降妖魔，怎么从未见他高举过双拳呢？你们快跟我来！去哪里？来呀！这什么拳法？我也不知道。师兄为了创出这套适合你练的武功，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。志宇，过来攻我！啊，好。继续攻我，师兄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呀！善哥，我要拜你为师。好，我教你。南少林武功是佛门武功，最初就是为了让僧人强身健体，保护寺院，所以都属于刚阳刚劲的套路。你身体柔弱，并不适合学习。我将所有南少林武功套路搁在一边，终于在千手观音菩萨座前悟到另一套武功。这套武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站得稳，所以你必须要将脚下的马步死死地牵着。梅儿，你现在用志瑜的方法防守，让志瑜去攻你。这是我称之它为二术前仰马。其次便是发劲的方法。我发现臂弯之间本身就可以发力，劲发越短，力量越大。这种短劲虽然难练，但是却可以弥补你的不足。这种劲如果可以练到在1寸之间爆发，威力不可想象。师兄，你用得着这样狠吗？如果不尽全力，怎么会知道他的功夫成不成？遇到敌人是否能应付呢？
山哥，你教我这一路掌法，一味带着对方打圈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这叫吃手，是我悟出寻桥和标手后，再从观音菩萨的牵手中转变出来的。世人相争，只因为一时冲动。拳脚一出，便是你死我活。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？我的这套拳法，就是想给大家一次冷静的机会。生死相搏，何须冷静？况且你想冷静，对方也未必想。我之所以叫他吃手，就是因为当你把它练到纯熟的时候，便可以将对方的手紧紧地吃住，任由对方怎样都难以发力。山哥，你真的想这样吃着我不放吗？练功的时候不许分心。如果你肯帮我做些事情，这些银两和那个女的都是你的。防住对手的话，应该这样。这样才能发挥拳的威力。哦。我不是故意偷窥你的。寸劲确实很难练，但是家小霞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叫，别叫了！不要叫啊！小霞，小霞，快开门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霞，开门啊！小霞，小霞！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快，你往那边走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这次我一定要离开少林寺，这里待不下去了。禀告住持，全寺找不到智宇。智宇不见了。大师，莫非是他杀死了小霞，偷走了我的密函？这件事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，必须要找到他，问个清楚。小霞无端惨死，我的密函又不见了，你们南少林一定要负责任。施主，你放心，老衲一定会替你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没有了这封保密的护身符，我父亲随时都会遭人毒手。我现在就去监牢救我父亲，求大师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想让南少林怎样？让我们替你去劫狱，这怎么成？有什么不成？你们南少林寺害死了小霞，
现在还想害死我爹吗？慧人大师，你说一句吧。好，你们不肯帮我，我自己去。没了。别拦着我！南少林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早晚会将之铲除。这条狗还是留在身边吧，或许将来有用。既然密函的事已经解决，明日我便可以安心押吴以堂上京。大人，既然密函已毁，何不在狱中就把它给解决了呢？既然本官已无后顾之忧，又何必在自己的地盘惹人诟病呢？况且，在上京的路上，我想他什么时候归西，他就得什么时候归西。大人真是英明神武啊！哎，你怎么还跪着呀？起来吧。是大人。不错，果然是条好狗。小姐，狱中情况如何？狱中打听到消息，龙普尔明天便将老爷押送进京。那我们就在路上设计埋伏。就咱们几个人，会不会太危险啊？再危险也要去，马上行动。好，快走。有埋伏！有埋伏！大家注意！保护大人！保护大人！保护大人！爹，快走！山哥，父亲快走！走不走？竟然是你！阿弥陀佛，你们南少林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居然敢插手官府的事情。也好，那日我就想领教领教你的功夫。施主，得饶人处，且饶人。我司徒正就喜欢赶狗入穷巷，这样才够刺激。山哥！
帮主，帮主，你没事吧，帮主？帮主，帮主，你当帮主也当得够日子了。帮主，是你这个和尚杀了我们帮主！兄弟们，是他杀了帮主，替帮主报仇！我。山哥，大师，你这个孽畜，想不到你竟然如此丧尽天良！立刻束手就擒，跟我回南少林。为什么一定要回南少林？我练成这身武功，如果不去享受一下人间的荣华富贵，练来干什么？我宁愿战死在这里，也绝不跟你回那鬼地方。说得好，石鱼，只要你杀了这个秃驴，我助你坐上帮主之位。阿弥陀佛，还不动手？呀！阿弥陀佛！呀！废物！大军已到，我看你们一个个都休想走！我正等着他们来！魏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龙徒儿，你以为毁了密函就没有你造反的证据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上书皇上，连同真的密函。我给我女儿的只是一封假密函，目的是引蛇出洞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你我相争多年，最后赢的还是我。魏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想怎样？你暗中勾结八爷谋反，密函之内证据确凿。我要你满门不得好死，九族不得超生。六爷，从来世间棋局只剩一子。六爷，六爷，六爷。